基地已开，军演已起，菲律宾还以为能走钢丝吗？中方早已有言在先。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最近这段时间呢，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可以说是刷足了存在感。前脚向美国新开放了4个据说是不会被用于进攻行动的军事基地，这后脚又跟美国海军启动了据说是只是为了增强菲律宾防御能力的联合军演。但说归说，美国的军事力量既然已经进了南海，那可就不是菲律宾3言2语它就能控制得住的啊。毕竟美国对我国南海地区呢也是觊觎已久。那么早些年我国海军力量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美军军舰就时不时的要来南海自由航行走一圈。同在南海地区的越南和菲律宾也一度是美国的扶持对象，甘愿充当美国侵犯中国南海主权的马前卒。可即便后来呢，我国海上力量有了质的飞跃啊，这美国插手南海的余地可以说它也是越来越小，而其迫害南海地区和平的心思却没有消停过。而现今呢，在东盟已经跟中国达成共识，不让外来势力干涉南海问题的前提之下，菲律宾却主动以增强自身防御为由，为美国插手南海大开方便之门。又如何能够让人相信菲律宾不会成为美国今后遏制中国的桥头堡呢？反正对此呢，菲律宾人民是一点都不信的啊！美菲联合军演启动当天，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以及美国驻菲大使馆进行抗议。所以看得出来，菲律宾的民众还是很清醒的，只可惜因为高层的贪婪，菲律宾终究还是放任自己走上了最危险的道路。或许在他们看来，跟美国加强军事合作并不代表成为美国的棋子，但只要是有了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护，他们就可以借此跟中国讨价还价，乃至于在经贸合作、南海开发等方面占到更多的便宜。美国给的好处一般呢都是带毒的。要知道，大国之间这根钢丝可不是这么好走的，走得好了，那就是新加坡在国际上吃得开，走到哪儿都有点面子。而现在更是大量涌入外资，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这走得不好，那就成了乌克兰啊！国内被打成一片废墟，总统化身国际乞丐，开始呢还能靠着政治正确混得有模有样，而现在却只能仰望着美国的鼻息过活，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监视之下。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此，能否找到大国博弈之间的平衡点。而现在的菲律宾无疑是在朝着后者的路线上狂奔。总而言之，无论菲律宾最终怎么选，而针对他目前的危险行为，中国早已经是有言在先。一味的迎合域外势力，无法维护自身安全，破坏地区安全局势，最终只会殃及自身。而这句话已经将菲律宾勾连美国的后果说得明明白白，将美国视作救命稻草，甚至呢将国家走向繁荣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不断为美国霸权行动提供方便，而最终受到反噬的只会是菲律宾自己。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